少女趴在地上，水花已将她的衣服浇透，看着完美迷人的线条，麦克顿时愣在原地，嘴角也忍不住上扬。作为一名大学教授，麦克迫不得已外出租房，谁知遇上举止荒唐的寡妇房东，还有乱作一团无法下脚的房间。他本想一走了之，却无意中发现后花园的美景。麦克对女孩一见钟情，听闻她是房东的女儿，完全不顾房子的鸡肋，当天就搬进这里。只要一有空，麦克就会到后院看书，但书本只是摆设。他贪婪的眼神中满是对小美的喜爱。小美不知有意无意，总是故意碰到麦克，没想到他竟毫不抱怨，甚至还有些期待。没想到日子一长，房东竟看上了麦克，话里话外都想与他重组家庭。麦克只好假装听不懂，因为他只在意小美一人，而小美毫不见外，就算穿着睡衣也会主动来到麦克房间，就连上厕所的时候也会把门留一道缝。麦克对小美越来越着迷，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总是透过门缝偷瞄女孩。可就在这天，麦克正在写作，小美却突然闯入，直接坐在他的身上。麦克没有拒绝，反而十分激动，两人就像热恋的情侣，互相讲述彼此的故事。可惜好景不长，房东为了得到麦克，故意营造两人相处的机会，竟给小美报了夏令营。临走之前，小美飞奔上楼，直接扑到麦克的怀里。麦克又惊又喜，虽不知女孩的用意，可他却深深沦陷，望着小美离开的车子，竟开始不知所措。也许是幸福来得太突然，麦克逐渐难以自持，他越发思念小美，竟偷偷扑进她的衣柜，仿佛闻着她的味道，就像她从未离开。可没过多久，房东就抛出了难题，麦克必须要搬走，除非两人能成为夫妻。他顿时陷入两难，不知如何抉择。可为了继续见到小美，只能答应房东的请求。两人简单办了婚礼，房东越来越主动，总是频繁靠近麦克，麦克却借口加班，总是逃之夭夭。为了逃避丈夫的职责，竟然想出一个馊主意。为了逃避履行丈夫的职责，他竟购买药物，将妻子迷晕过去，只有妻子睡着，他才敢上床休息。麦克在日记中吐槽，妻子只是又老又丑的房东，根本不是他喜欢的人。没想到女人无意中看到里面的内容，他愤怒地跑出门去，却被驶来的汽车撞死。麦克顿时慌了神，他立即收拾东西离开，来到夏令营接走妻子的女儿小美。麦克隐瞒房东去世的事实，趁机要带小美外出旅行。小美兴奋地跑到车后，旁若无人地换起衣服。对小美来说，麦克是她家的房客，也是知心的朋友。两人到达宾馆的时候，只剩下了一间房，他们只能将就一晚。只有等小美睡着，麦克才敢上床。他绅士的不敢乱动。可第二天一早，小美竟靠了过来。I guess I'm gonna have to show you everything. 麦克以为这是表白，也就没有拒绝。两人感情快速升温，他们像情侣一样开车到处旅行。小美像顽皮的孩子，坐在车后调皮捣蛋，就算用脚踢麦克的头，她也感觉异常幸福。但时间一长，小美开始想念母亲，她不顾麦克劝阻，执意要打给母亲。麦克见无法隐瞒，只好说出房东去世的真相。这天，小美哭得格外伤心，麦克只能陪伴左右，耐心地开导她。为了让小美开心，两人来到另一个城市，麦克供她读书，陪她打球，甚至教无知的女孩开车。虽然身体很累，但麦克感觉十分幸福。他越来越爱小美，但爱得越深，要求也会越来越多。小美不能跟男孩接触，更不能有过多的零花钱，这让本就叛逆的少女顿时无法忍受。她对麦克越来越冷淡，甚至偷偷开始攒钱，想要离开麦克的管束。没想到的是，麦克发现她的秘密，小美据理力争，两人发生激烈争吵。麦克情急之下，竟失手打在她的脸上，小美彻底失控。Murder me. Murder me like you murdered my mother. Sorry. Murder me like you murdered my mother. Go on, murder me. Murder me. Murder me. Stop! Murder me. Stop! Calm down. Stop it! Down. Come here. 看到小美崩溃逃走，麦克急忙出门追赶。幸运的是，他在咖啡店找到了女孩。此时小美已经恢复理智，面对麦克的道歉，她完全没有回应，而是提出离开这个城市。见小美不再生气，麦克果断答应下来，两人重新踏上新的旅程。可不论他们去哪，身后总有一辆车子紧紧跟着他们。他捏紧女孩鼻子，女孩顿时面脸通红，不由得张开嘴巴。男人急忙拿出她嘴里的球。You look 100% better when I can't see you. 他带女孩旅行，却突然遭人跟踪，即使变换道路，车子依然紧跟不舍。麦克隐隐不安，只能赶紧找地休息。他让小美独自在家，自己外出买点东西。可等他回来的时候，却发现小美坐在床上，看这头发凌乱、衣衫不整的样子，他已经猜到了什么。麦克迅速跑到窗边，四处窥探着周围，可外面什么都没有。他却越来越恐慌，甚至做起了噩梦，担心失去小美，他竟连夜开车离开。没想到小美半路突然病倒，麦克急忙送她去医院。眼看小美睡着，麦克外出打了个电话，但就这么一会，小美竟消失不见。麦克顿时抓狂，他四处奔走，却被告知小美被家人接走，还在前台留下登记信息。麦克立即陷入癫狂，小美本就打算离开，这一定是有预谋的。他把全部的怒火都发泄到医生的身上。Doctor, where is she? Where is she?
Where is she? Tell me where she is. 虽然小美失踪，但麦克没有放弃。他记下本子上的笔记，走访所有的酒店，翻找登记信息，只要有相似的字迹，肯定就能找到小美的踪迹。然而一连3年过去，小美始终杳无音信。就在麦克绝望的时候，却收到小美的来信，她已经结婚有孕，但目前十分缺钱，希望麦克发善心，给她寄点钱过去。麦克的希望重新燃起，他根据信上的地址找到小美的家里。开门的一刹那，看着小美隆起的肚子，麦克悲从中来，可还是反复盘问，到底是谁带走了她。He was the only man I was ever really crazy about. 麦克脸色有些难看，他用尽全力深爱小美，到头来却比不上一个3流作家。他不仅欺骗小美的感情，还无耻伤害了她。麦克难以控制自己的怒火，他想带小美离开，却遭到她的拒绝。尽管遭受背叛和伤害，但他还是将所有的钱留给小美。在告别小美后，麦克找到作家，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他无法接受自己的挚爱遭受人渣的伤害，爱本不是错，相遇也不是错，怪就怪那个本就残缺的心灵，恰好碰到荒诞的美丽。